蓝曦臣面色郁郁，种种往事历历在目，他真的很想跟金光瑶说些什么。片刻，他道：“阿瑶，对不起。”金光瑶睁大了眼睛，片刻后微笑道：“泽无君对不起什么？我是害虫，你是为仙门百家除害，何来对不起之说？”蓝曦臣一字一句艰难说道：“我当时并不想让你死。”金光瑶心中微颤，面上不为所动，笑道：“可我已经死了。”蓝曦臣面色一白，色声道：“泽无君不必如此。”金光瑶微微一笑，心中则暗暗叹出一口气：“快点离开这里吧。”蓝忘机道：“魏婴，有件事我一直没有告诉你。”这时蓝思追气喘吁吁地跑上来道：“韩光君，魏前辈。”蓝启仁听到魏无羡说私奔二字，气呼呼地哼了一声。看到蓝思追激动之下将望羡二人合抱时，蓝景怡只能用膜拜来表示了。他低声对身边的蓝思追道：“思追，你胆子也太大了，我敢保证，你一定是除魏前辈之外第二个敢进寒光君身的人，你厉害。”闻言，蓝思追有些赧然道：“当时太激动了吗？”随着画面流转，待听到温苑如实将幼时魏无羡的教导一一说出时，于夫人冷哼道：“自己不学无术也就罢了，如今丢人都丢到小辈头上。”魏无羡闻言暗暗吐舌，那么小的孩子能听懂什么啊？莫名其妙又挨顿训，可多年不挨，如今再听，心底竟有些许怀念。可他哪里知道，听见他调皮捣蛋，于夫人下意识就将这些话脱口而出。江澄在一旁看的是津津有味，末了他挑眉看向魏无羡，眼底尽是玩味，完全是幸灾乐祸。看着温宁和蓝思追的背影渐行渐远，直至消失，又让人有些伤感。现在陪在他身边的只有蓝忘机一个人了，何其有幸，他想要的那个陪着自己的那个人也只有蓝忘机。魏无羡倚靠在蓝忘机的肩头，然后突然想起后面他们沐天席地一场，魏无羡突然直起身子，左看看右看看，心中惊恐万分。应该没了吧？魏无羡突然凑近蓝忘机，在他耳边道：“蓝湛，你忘了吗？天天就是天天啊。”蓝忘机耳朵一红，顿了一下，轻声道：“无事。”云梦观音庙那一夜过后，魏无羡和蓝忘机结伴而行，带着小苹果一起四方游猎。魏无羡呼出一口气：“好险好险！”就见画面中的寒光君与魏无羡走进酒肆。我就知道金光瑶这么个搞法，迟早要倒，真是善恶终有报，天道好轮回。酒肆中的发言无不是对着已故的金光瑶指指点点，被编排的无一是处的金光瑶倒是没有太大的情绪波动。正所谓树倒猢狲散，墙倒众人推，世俗人的心态也就这样了。怕什么？你以为现在的兰陵金氏还是当初的兰陵金氏？当初观音庙后，众人都认定兰陵金氏将会一蹶不振，可如今兰陵金氏依旧跻身四大家族之一。金子轩侧过头看了眼金陵，见他神色如常，心道：看来我儿子真的长大了。他摸了摸金陵的头，脸上明显的展露出满意的笑容。这金光瑶生前再怎么兴风作浪，现在也只能困在棺材里和聂明珏打架了。聂明珏回想方才在观音庙中成为凶尸的自己，即便没有意识，对金光瑶的恨意倒是完全不减，心中不合时宜的好奇自己是否如画面中的修士所说。他斜睨了金光瑶一眼，而金光瑶目不斜视，仿佛众修士们议论的人不是他一样。金光瑶感受到视线，回望了聂明珏，两人相视片刻，金光瑶露出一抹淡淡的微笑，聂明珏眉头一皱，转回了视线。那口棺材真的够牢固吗？万一有人想看看阴虎符在不在里面，会怎么样？这世界上永远不缺对阴虎符感兴趣的人，难保不会有第二个金光善，甚至第二个薛洋。此时聂怀桑、蓝曦臣、江澄、金陵四人不约而同地想着，带出去后得亲自去确认一下封印是否牢固。魏无羡突然道：大哥，我跟蓝湛还没去给赤峰尊、敛方尊上香，不如找一天去看看。这时还愿意称金光瑶为敛方尊的人，恐怕只有魏无羡了。蓝曦臣笑道：无羡有心了。我娘说过的，你要记着别人对你的好，不要去记你对别人的好，人心里不要装那么多东西，这样才会快活自在。江丰眠回忆起那位故友，
轻轻地呼出了一口气。于夫人看了他一眼，踌躇半晌，却不知道该说什么。江丰眠握紧了他的手，又拍了拍他的手背。于夫人的眼神似乎也变得柔和了。魏无羡道：“我觉得叫蓝湛魏婴定情曲挺好的，或者寒光夷陵天天曲也很好，一听就很有故事。”江澄不屑道：“切，什么乱七八糟的，就你也好意思说我？”魏无羡道：“笑话，你懂什么是定情曲吗？你懂什么是天天吗？万年单身狗！”你说什么？眼见他俩又要互掐，江厌离赶紧道：“阿成，你也老大不小了，收收脾气。”金陵在一旁也道：“就是。”此时蓝景怡突然问道：“那什么是天天？”魏无羡尴尬一笑，道：“小孩子不懂，不要乱问。”蓝忘机像是不想再听到任何一个新的名字了，道：“取名望羡。望羡很好，好极了，听起来非常雅正，非常姑苏蓝氏。我看能直接收录进你们家的曲谱集，要求所有姑苏蓝氏子弟必须修习此曲。”你休想！蓝思追心道：“我可不敢学这曲子。”江澄翻了一个白眼，道：“魏无羡，你能不能正经点？整天就知道秀。”魏无羡去了他一眼，道：“那你有本事也秀给我看啊！”江澄冷哼一声：“我没本事。”魏无羡惊讶地发现自己竟然能够用这种清奇的姿势在小苹果背上保持不倒。他叫道：“蓝湛，看我，快看我！”如当年一般，魏无羡笑着叫他了，他也看过去了，从此就再也移不开眼睛了。而此时画面的右下角逐渐清晰地显现出一个字：完。那道声音又来了：“很遗憾地告诉大家，旅程结束了，此等缘分今生再难求，望大家珍重。”众人也恍惚地意识到离别之刻到了，一瞬间整个空间的气氛被一种生离死别的悲戚渲染。那边三尊已经站起身，蓝曦臣向聂明觉微微一礼：“大哥。”又多看了几眼金光瑶、阿瑶，你们。聂明觉道：“二弟，怀桑这小子，你还是得多加看顾。”蓝曦臣道：“怀桑能力超群，大哥就不必担心了。”被点名的聂怀桑战战兢兢。聂明觉看了一眼金光瑶，终是什么都没说，转头把聂怀桑拎到一边训话去了。金光瑶与蓝曦臣默立半晌，金光瑶一眼就看出蓝曦臣心里的疙瘩，率先开口道：“泽无君放下吧，我也放下了。”蓝曦臣低着头，眼眶中似乎蓄着泪，但并没有眼泪落下。金光瑶又看向扑在父母怀里的金陵，脑海中忽然出现金陵为他泪流满面的样子。他道：“最后容我再请泽无君帮个忙。”蓝曦臣抬眸轻轻一笑，道：“你说。”金光瑶道：“阿陵现在是金家宗主，我料想如今他在金家的地位应当很尴尬，所以我想请泽无君能多多帮衬些。”蓝曦臣也望向金陵那边，道：“小金宗主有他舅舅帮衬，如今倒也不是很难过。不过你放心，若金家有难，蓝家自当鼎力相助。”金光瑶颔首：“多谢。”蓝曦臣看他望向那边有段时间了，问道：“不去跟金陵说说话？”金光瑶微笑摇头，静默须臾。金光瑶道：“那二哥多保重。”话音一落，金光瑶便消失在空间中，聂明觉也一同消失不见，只余下一个红着眼眶的聂怀桑。温情与蓝思追两人都红了眼眶，而身为兄师的温宁是没有眼泪的，可现在任谁都能看出此时他有多想哭出来。温情道：“寒光君，多谢你将阿苑抚养成这样知礼明仪的人。”蓝忘机颔首道：“温姑娘客气了。”温情看了看蓝忘机身边的魏无羡，又道：“魏无羡，他们都长大了，你过好自己的日子，别瞎操心了。”魏无羡笑道：“思追，我才不操心呢。”温情姑姑。在蓝思追的叫声中，温情的身形渐渐隐形于天地间，消失不见。江澄哽咽道：“阿娘。”于夫人抱了一下江澄：“阿成，你做得很好，保持下去，千万别让人小瞧了我们云梦江氏。阿陵那边也要多照看。”他擦去眼角的眼泪，又转头对魏无羡道：“魏婴，护好江澄跟阿陵，过好日子。”魏无羡的眼泪瞬间弥漫上眼眶，他重重的点头：“阿成、阿英，无论何时何地，一定要坚守心中的道义。你们都大了，照顾好自己。”泪眼朦胧间，
夫妇二人消失于眼前。金陵在父母怀里哭得声嘶力竭，江燕离也哭了出来。金子轩红着眼眶死撑着不让眼泪落下，魏无羡看得都想替他哭，死撑个什么劲儿？哭出来又不丢人。看看江城。金陵趴在母亲怀里不起来，江燕离哽咽开口：好啦，都是宗主了，怎么还跟小孩子似的？金陵嘟囔道：谁稀罕当啊？江城闻言斥道：这位子你是坐得很稳吗？还敢说大话？金陵哭得更委屈了。江城转过了身，不去看金陵，整个空间只剩下金陵渐弱的哭声。江燕离亲了亲金陵的额头，轻声道：阿玲，回去之后好好听你舅舅的话，当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我看到了，我们的阿玲真的很棒呢。金子轩道：就是，我金子轩的儿子一定不会差。金陵闻言站直身子，随意擦了擦脸，清了清嗓子道：那是自然。江燕离又对江城取笑道：阿成，你也不小了，快些找个姑娘家吧。哼。而后江燕离又看向金陵身后的魏无羡和蓝忘机：阿羡，蓝二公子。魏无羡心跳漏了一拍，道：师姐。纵使魏无羡心中有千言万语，此时也只剩下抽泣声，他说不出话来。蓝忘机抚了抚他的肩膀，对江燕离一拱手：江姑娘。江燕离微微笑了一下：蓝二公子，阿羡有时候是皮了点，麻烦你多多包容了。魏无羡心中百感交集，泪意上涌。蓝忘机道：江姑娘可放心。江燕离微微颔首，旋即金陵大叫道：阿爹，阿娘！结界里哪还有他们的影子？众人只感一阵天旋地转，待站直了身子后，发现他们此刻正处在云深不知处内，回想起刚刚发生的事，感觉就像做梦一样。各个家族的人纷纷告别后便离去了，在场只余下江城、金陵和蓝家一众人等。江城揽着金陵的肩，对魏无羡道：3日后莲花坞办家宴。魏无羡愕然片刻，旋即一笑道：多备些酒。江城道：不醉不归。魏无羡道：好，不醉不归。